我现在都还挺怀念这个女孩的，就是上班的时候，我们俩都是不到30岁嘛。当时那个公司一开年会，哎，我旁边准是她，我就纳闷了，我说怎么每次是她呀？然后平常一下班也是，走着走着就，我们俩就走一块儿去了。加班也有时候就我们俩，就是我们那个工厂很小，其实单独相处的机会特别多，但是就一直连手都没牵过，最后也。我到现在没有成功谈过一个女朋友，我觉得主要可能是性格的原因，就没有思想，没有这个对未来的规划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目标，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才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吧，才过成了这样的生活方式。以前是特别老实的一个人吧，就是思维也没那么开阔，应该说很失败。高中毕业没有上大学嘛，成绩不太好，当了2年兵。退伍之后呢，就进了工厂，干了7、8年吧。后来呢，就是年龄大了吧，然后也没成家，也没做出什么成绩来。尤其是一过年吧，就是亲朋好友，他就爱开这种玩笑，或者爱问啊，怎么样的对象怎么样了，媳妇怎么样了？他这种话吧，他们可能随口一说，但是我就感觉很扎心呀。他说他们家孩子，怎么样了是吧？你都没得说就，然后就跑到西安了。然后在那儿那个做手抓饼，摆地摊嘛，就是卖早点，干了3年多，就被迫那个背井离乡的感觉，我就心里边挺不是滋味，就是摆地摊其实也比较自由嘛，他也没人管，就每天上午干那么半天，下午就休息了，当然有时间想别的事儿，这思路我说是不是在干点别的，这个感觉也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发展前景，所以就想到这个，你刷手机就刷到这个旅行这个自媒体了。我说那看别人背着包整天到处转是吧，又能玩又能挣钱的，我看我能不能干这个，我就试了一下。虽然说当时没什么钱啊，但是感觉解放了自由身了，我就想去看看外边的世界吧，因为以前也从来没出去过。32岁之前吧，就是最远就是北京了。15年、16年第一次才看到大海，我就感觉外边的世界真好，所以就想出去闯荡闯荡，就是。后来也就一干也是4年多吧，19年到现在。我的第1辆车就是这个车，是21年吧，21年那个我弟弟结婚，我就回家之前就是租了一辆这个GW S5，租了这个之后我开着还挺好开了半个月嘛，后来还了之后，跟之前的车比，动力这块各方面操控啊都感觉更好开，就买了它。今天好好的整理整理我的车。这个车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辆车，这个车一开就开了3年多，10万多公里，开着它2次进藏，然后去了1次新疆，然后云南、贵州、福建、广西、广东啊，可以说是我旅途中最忠实、最可靠的伙伴吧。每天还在车里边睡觉，不管是说交通工具还是这个住宿的一个地方，所以这个车应该是最亲密的，也就说句不好听的，比老婆还亲。但是没有老婆。太阳落山了，现在离市区还有100多公里，咱们就在这个山谷里过夜了啊。今天我就不寂寞了，200多座古墓陪我共眠呀。虽然不寂寞了，但我也不希望像赶集一样热闹啊。开饭。其实开始并不是很享受，因为开始摸不着门道嘛。我以前就是害怕开车，因为我以前我说就是挺怂的一个人啊，就是老实、规矩，然后还怂。就第一次开，反正就是那个很紧张吧，就是端着那个胳膊都端酸了，其实不那么自然嘛。所以我是后来也是积攒了一定的勇气，才第一次22年进藏。其实有那么几次危险的时候，就有害怕的感觉。有一次就被困河滩里边，3天2夜才出来，因为那个夏天河水上涨，被困无人区，已经是傍晚了，
第二天呢自救了一天没出来，第3天那个水量大涨，我就没有那个心里没底了，我就去找救援去了，因为自己实在没有办法了。这个地方手机信号不好，我至少得走几公里到10几公里才能找到有人的地方，有点后怕这个，确实挺危险的，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偏远嘛，就是找救援什么的不好找。徒步13公里，那个他那边没有手机信号，走了13公里找那个保护区、保护站的人，到那边也没有信号，但是看见人了，他们有车才出来的。就是工作人员自己做的饼啊，挺香啊。你像这个事儿发生之后，我就马上更新那个救援设备，然后包括卫星电话就全部买了。现在的话，心里就踏实多了，就是越走越自信，越胆大。越胆大的原因就是自己有这个，我有这个底气，就这样的。现在越开吧，就对自驾越有兴趣。尤其是现在走一些那个越野路段吧，它是有一种对未知的路线的一种探索，它就是很好奇那种，很刺激感觉哈，就是那种。比如说走那个阿里中线，去之前呢就有人说啊，我们4驱车。你到了那个什么扎尔南木措那附近，它是有那个疏松的沙土地，他就跟我说那个我们4驱车陷在里边就是费了很大劲才出来，小伙儿你这2驱车千万别进去。到了那儿我就试了一下，然后后来呢就是走了好几段那种特别容易陷车的地方，就是靠自己的经验都顺利通过了。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成长，对自己来说其实挺有意义的，那个时候也挺有胜利的喜悦感。这儿藏羚羊特别多。一大群。对，我经常会就是看别人的视频，也会看到这样的这个评论，就是说你这个旅行博主到处一天跑，这不务正业，这有什么意义是吧？其实干这个行业其实挺增长人的见识吧。我前2天发了个视频，也是就是早晨出发，我碰见那个藏野驴刚出生的，它那个屁股上还挂着那个胎盘，还血呼啦，就是血淋淋那样，就刚出生那小驴都会跑的，就是碰见生的是吧？下午呢去阳州雍措，路上就在国道上面就看见个牌子是天葬台，就看了一下，就是那一天的经历就是早上生晚上死，一天的经历也挺神奇的，我就发一发生命的感悟。这个视频也是在记录自己的过去嘛，就是一种是吧那个日记一样，自己有时候翻翻，哎呀感觉挺好，这有那么一段时间比较容易受这个外界的影响，可能现在要好多了。我以前是特别听话的一个人，现在是我谁的话也不听。就是我有自己的判断了，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活，我觉得挺好。走出去这一步是越走越远，你也走不出去吧？他老是在出不去就被困住了一样。我不想像普通人那样，就是四平八稳的那个生活，我不喜欢那种状态。我比较享受现在这种状态，去挑战一些那个自己以前做不到的事儿。海拔5734米，人生新高度啊！现在还没有结婚打算，就希望自己能把这个旅行继续下去吧。就去更广阔的世界去看一看，去闯荡。我年轻的时候就好多事都没干，所以现在就是想把这个时间弥补回来。过去没有干的不敢干的，不敢想，现在都去尝试一下，就是让人生不留遗憾吧。可能是我这个人的特点吧，就年轻的时候什么也不敢干，然后到了这个40岁了，开始才释放天性，才去那个发挥自我。我这个叛逆起来的有点晚了，中年才叛逆。